大家好，我是阿杜，我现在在湖北利川剑南镇的大道口村，在这里的深山峡谷悬崖之上，发现了天然的孙悟空石像，栩栩如生，非常的逼真。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吗？我们都知道，《西游记》是从小都爱看的一部经典四大名著，是吴承恩先生杜撰出来的小说。但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发现了这处孙悟空石像之后，不由得让人感慨。《西游记》真的是杜撰出来的吗？如此逼真的孙悟空石像，真如孙悟空被压在了五行山下500年一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实地的看一看这处孙悟空石像。来到大道口村之后走了近半个小时的山路，我们再往前行进一些，就可以到达孙悟空石像的位置了。大家看这一块的风景，十分的壮丽。下面就是深山峡谷、绝壁悬崖，周围都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巍峨耸立，让人肃然起敬呀。而且我发现对面的山上还有几户人家呢，那里看起来并没有通公路，他们的出行不太方便呀。包括对面的山上也是有人家的，虽然说他们只隔了一条峡谷啊，两个村子互相对视，但他们想要到达对面都非常的麻烦。这峡谷下面是有水的，可能要绕几十里的山路。《西游记》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看过，它是伴随着我们的童年成长的。在小学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看《西游记》，那个时候一年最少要看1到2遍，因为每到暑假的时候啊，有一个电视台我忘记了，它就会进行轮播，每一年都会准时的观看。那个时候看的有点入魔了，就是年年看都看不烦的感觉。尤其是绿小龄童老师饰演的孙悟空形象深入人心，活灵活现。大家应该都比较喜欢绿小龄童老师演的孙悟空吧。反正86版的《西游记》是最经典的，后来呢又经过好几个版本的翻拍的呢，我觉得就不怎么样了。但有一个是张卫健版本的，其实看起来还不错。在香港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导演周星驰也拍过《西游记》，但他拍的是《大话西游》，里面的孙悟空叫做至尊宝，是由周星驰本人主演的。他讲的是孙悟空与紫霞仙子的一段爱情故事，也是被传为经典。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西游记》拍出来都会有人看，就说明《西游记》对我们的影响太深远了。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孙悟空石像。这里被树挡住了，我来找一个好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地村民他在这一片山坡开垦土地种植黄连的地方，这是他平时休息的地方，还有这打药桶啊、吃饭的茶杯呀。黄连也是一种中药材，但是黄连的生长期非常的慢，种上之后需要5年才可以收获。站在这里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孙悟空石像了。我来放大看一下，绝对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感觉它十分相似，栩栩如生。尤其是他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和头上的高帽都清晰可见。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吗？怎么能雕琢的这么形似呢？太神奇了。而在孙悟空石像的上面还居住着有几户人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时不时的下来给猴哥送一点吃的呢？猴哥是最喜欢吃香蕉的，开个玩笑了。但是你不来到现场，真的是不能够感受到这尊孙悟空石像有多么的逼真。《西游记》在网上有了一些另外的解读。正常《西游记》我们看到的都是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经过观音大师的指点，然后唐僧点化为徒，带着唐僧一起到西天取经。当时还有猪八戒、沙僧、白龙马一路斩妖除魔，经过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回到大唐。
但在网上呢，又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西游记》呢是需要倒着来看的，倒着来看也能够影射出我们的现实生活。最早他们并不是往西天去取经，而是往大唐去传经。这个时候是玉帝下旨，由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小白龙一起护送唐僧到大唐去传经。而这一路呢，同样是经过9981难，要斩妖除魔。但是你会发现，在《西游记》里面，很多妖怪它都是有背景的，最后都没有把他们除掉，而是被接走了。就这一点就可以影射出现实。在途中啊，他们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最终还是把这个经书传到了大唐。传到了大唐之后啊，他们就各奔东西，四散而去了。孙悟空回到了他的花果山，当起了猴大王，而猪八戒回到了他的高老庄，娶了老婆，但最后呢是被玉帝发现，还把他贬为了猪妖。沙僧也回到了他的流沙河，但最后孙悟空的下场却十分悲惨，他一路把唐僧护送到了大唐，经书传到了大唐，最后却被压在了五行山下500年，没有任何的功劳。在500年之后呢，孙悟空从五行山出来之后，得知了此事，非常的恼怒，决心要上天庭找玉皇大帝算一算账，这就有了大闹天宫。他不止一次大闹天宫，后来这个玉帝啊，他就有点不耐烦了，然后就为了安抚孙悟空，就封了他为斗战胜佛，包括猪八戒、沙僧以及小白龙都封了官品。其实这样解读的话，也不是不无道理。《西游记》倒着看也的确另有一番品味，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呀。这一片大山不仅有孙悟空石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石像，看着也十分的逼真。我发现在百丈沟的峡谷底部啊，还有一户人家呢。大家看，难道还有人居住吗？它并没有公路呀，出去该怎么办呢？估计也只能依靠小路了吧。然后在旁边的石壁上呢，又发现了一个人头像。这个人头像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两只眼睛都非常的明显，鼻子嘴巴也可以看得到，眼睛是凹进去的。刚刚我询问了当地一位大叔，就是在这里种植黄连的，他告诉我说，有的人说他是重庆的八幡子将军，就是在战国中期啊，古八国的一位将军。但是在湖北利川还有一处石像，也说是八幡子将军。对面大山石壁上，刚刚也说了，很多石头啊都像是人头像，它大部分是一个人头像，然后旁边有一个小石头也像是一个人头像，长得有点像二郎神。难道二郎神和孙悟空哥俩都压在了一块吗？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那种人头像石。我们最后再看一眼孙悟空石像，看一眼猴哥，他一个人在这里可能太孤独了。都说500年一个轮回，也许再过500年之后，他又会从这里的石头缝里蹦出去，重演当年的历史。他本身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最后又回到了大山里，回到了石头里面。这也是一个巧合吗？孙悟空他原本是并不想陪唐僧到西天取经的，他是很抗拒的，有一种被逼无奈的感觉。途中呢，他也有几次离开了，回到了他的花果山，但是呢，最后都被请了回去。他不愿意干这份差事，他知道这份差事并不是什么好活，吃苦受累的是他，挨骂受气的呢也是他。这种活在现实中又有谁愿意去做呢？大爷，那边的孙悟空像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古老得很，现在来看的人多得很。哦，您小的时候就有了？那从历史以来都有，好几千年了。那找不到，不知道好多千年，是那才没化学几年。您小的时候没有发现他像孙悟空吗？我们那不知道，啊那不知道。
哦，您那个时候没有看出来。没看出来，都不知道。哦，是外地的人过来看出来的。那是本地方的人。哦，都在那对门乡里姓向的老师啊，一个老师，他把他看出来了，他就划出去了，划出去的来看的人就来多了。哦，他看出来之后，他发出去了之后，然后吸引了很多人也过来看。很多人就来，到底是真是假？哦，也就是说，这个石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你们这个村子一直都没有发现它像是孙悟空。那都没发现。哦，没发现。它是天然形成的还是？那是天生的。天生的。天生的，那不是人，那哪个人去弄啊？那个？对，就是呀，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去过去弄这个呀。没，那是天生的那个。哦，《西游记》如果没有孙悟空这位人物，那也就失去了灵魂，相信很多朋友也就不会看了。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印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今天来看孙悟空石像，也是满足一下这个心愿。行，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